英联邦运动会看台上，夏洛特公主单手托腮，认认真真听叔公爱德华讲解自行车赛事规则的画面，悄悄印证了全英民众心里的共识：这个11岁的小姑娘，早已是大家默认的未来长公主。等威廉继位，她将接过这份传承了近400年的荣耀，成为英国历史上第8位长公主。一旁攥着叔公递来的糖果，笑得眉眼弯弯的小路易，和沉稳内敛的乔治王子一道，凑成了王室下一代最鲜活的模样。两家人松弛又亲密的同框，可不只是普通亲戚结伴观赛，更是威廉·凯特用心安排的一堂成长课，让孩子们在轻松的赛场氛围里，从靠谱长辈身上读懂王室成员的不同角色与担当。很多人只觉得夏洛特越长越像女王，软萌沉稳，自带气场。可往细了品，就会发现，这哪里只是一个小公主的日常成长，更是王室下一代格局的温柔铺陈。乔治是未来的君主，夏洛特是长公主，哥哥最稳的左膀右臂，路易是低调暖心的辅助力量。有爱德华夫妇这样踏实的长辈做榜样，下一代的成长路径早就走得稳稳当当。先给大家捋清楚，长公主这个头衔的分量到底有多重。从1642年查理一世效仿法国王室设立这个头衔开始，近400年里，整个英国一共只诞生过7位长公主，平均50-60年才会册封一位，数量比英国国王还少。她不是君主长女自动就能继承的，必须由在位君主正式下诏册封，而且有一条铁则：终身制，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位长公主在世，上一任在世时，哪怕是君主的长女也不能受封。现在在位的安妮长公主是1987年由伊丽莎白2世正式册封的，至今已经戴了39年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安妮公主本来在女王登基后就有资格受封，但因为上一任长公主乔治5世的女儿玛丽长公主还在世，所以硬生生等了20多年，直到1965年玛丽长公主去世，头衔空出来之后，又过了20多年，女王才把这份荣誉给到自己的女儿。安妮公主这辈子把长公主的价值拉到了新高度，她是出了名的王室劳模，巅峰时期一年要出席500多场公务，足迹遍布英联邦各国，常年扎着标志性的盘发，反复穿旧礼服出席活动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半点娇娇二气都没有。更飒的是，她还是王室里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成员，年轻时候是专业马术选手，拿过欧锦赛的奖牌。飒爽独立的性格圈了几代人的好感，也正是因为安妮公主把长公主的形象立得太稳，英国民众对下一任长公主的期待值格外高，而夏洛特公主几乎是全英默认的未来人选。按照王室继承规则，威廉继位后，他的长女夏洛特就具备了受封长公主的资格，未来将由威廉正式册封。王室内部早就有消息，安妮公主私下也很喜欢这个侄孙女。几次王室家庭活动都特意把夏洛特叫到身边，跟她讲王室公务里的门道，讲自己当年出访的趣事，相当于提前给小姑娘做岗前启蒙。很多人说夏洛特像女王，其实她身上也藏着安妮公主的影子，同样的沉稳笃定，同样面对镜头不怯场，同样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安妮公主小时候也是出了名的有主见，面对媒体镜头从不刻意讨好。夏洛特现在也是，大方的时候主动跟运动员聊体操，害羞的时候也不硬凹笑脸，真实又有个性，恰恰是最讨民众喜欢的样子。除了长公主这个核心头衔，还有一个传了好几年的话题——爱丁堡公爵的归属。这个头衔是菲利普亲王带了一辈子的身份，承载着王室几代人的记忆。菲利普去世后，头衔由查尔斯继承，女王当年曾许诺，等合适的时候要把头衔给小儿子爱德华。查尔斯继位后也确实兑现了承诺，2023年正式册封爱德华为爱丁堡公爵，但设置了一个明确的规则：终身制。爱德华去世后头衔自动收归王室。设置这样的安排，既符合王室头衔传承的一贯逻辑，也藏着查尔斯的周全考量。一方面兑现对弟弟多年勤恳付出的认可，让他能以爱丁堡公爵的身份更好地开展公益与外交事务；另一方面，也为未来的头衔分配留出了灵活空间。等爱德华100年之后头衔收归王室，下一任君主可以根据王室的发展需要，再做新的安排。民间一直有猜测，
未来这个头衔或许会给到夏洛特或者路易，给孩子们多一份身份的荣耀，这也都是后话了。这次英联邦运动会，威廉·凯特带着3个孩子和爱德华·索菲一家凑在一起观赛，完全不是什么刻意的安排，两家人本来私下关系就格外亲近。当天在克里斯霍伊爵士自行车馆，爱德华王子全程化身夏洛特的专属解说员，频频侧身低头，耐心给他讲场地自行车的弯道技巧、计时规则，连赛道材质和运动员的训练日常都讲得仔仔细细。夏洛特就乖乖坐在旁边，单手托着腮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叔公，全程没走神，乖巧得不像话。另一边的小路易就自在多了，叔公爱德华顺手递给他一颗糖，小家伙接过来就揣进兜里，咧嘴笑得露出小豁牙，自然得跟普通家庭里叔侄相处一模一样。后面更新奖牌榜，威廉没让长子乔治去，反倒把这个小任务交给了路易，就是刻意给小儿子表现的机会，让他知道自己也有价值，不是哥哥的陪衬。索菲王妃更是全程温柔担当，见到凯特就上前拥抱，轻轻拍他的背，关心他的身体恢复情况。见到夏洛特就把小姑娘揽在身边说话，看到路易就笑着挥手逗她。两家人同框的画面，没有半分王室的拘谨客套，全是长辈疼晚辈，晚辈敬长辈的烟火气。爱德华王子和索菲王妃是现在王室里公认的最低调靠谱组合。当年女王的4个孩子里，安德鲁深陷丑闻，查尔斯忙王储事务，安妮公主独来独往，只有爱德华夫妻俩安安稳稳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，不抢风头不惹事，王室安排的公务从来都认认真真完成。菲利普亲王去世后，他一手创办的爱丁堡公爵奖成了重担。这个1956年创立的青少年公益项目，覆盖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每年帮助几十万青少年成长，包含户外探索、技能学习、社区服务等多个板块，运营起来千头万绪。爱德华王子主动接下了这个担子，和索菲王妃一起跑遍了英国各地的项目点，还经常去英联邦国家考察，把这个公益项目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拿过爱丁堡公爵金奖，对这个项目有感情，也懂运营。接手之后，不仅没让项目走下坡路，还拓展了很多新的合作地区。索菲王妃更是出了名的高情商、好脾气。她原本是公关行业出身，嫁入王室后从来没闹过任何绯闻，做事周全得体，是王室里有名的救火队员。凯特刚嫁入王室的时候，很多场合都是索菲带着他熟悉流程，教他应对媒体的技巧。后来凯特抗癌休养，索菲更是主动分担了他的很多慈善赞助人工作，帮他稳住了公益战线的基本盘。两个人的关系早就不是普通的婶媳，更像亦师亦友的姐妹。凯特抗癌休养那段最难的日子，索菲经常主动帮他分担公务，还常带夏洛特出门逛街散心，陪小姑娘聊天解闷。威廉也特别信任这个婶婶，很多不方便对外说的话都会找索菲商量。私下里两家人更是常聚，荷里路德宫的私宴，白金汉宫的家庭晚宴，每次都聊到很晚，早就不是普通的叔侄婶媳关系，是彼此信任的家人。威廉·凯特一直很看重这份叔侄情谊，他们就是想让孩子们亲眼看看，哪怕不是王位的核心继承人，也能靠自己的踏实与担当，活出属于自己的价值。威廉·凯特常跟孩子们说，乔治未来要担起君主的责任，夏洛特和路易会是他最亲的家人，最稳的后盾，就像爱德华叔叔一直陪着查尔斯国王，帮着威廉一样。同样是王室里的非核心继承人，爱德华走出了一条踏实笃定的路，这份从容与担当，是给夏洛特和路易最好的成长示范。威廉·凯特还特别重视孩子的品格教育，比如每次出席公益活动，都会让孩子亲手给工作人员道谢，教他们尊重每一个岗位的人。遇到粉丝合影，也会让孩子们大大方方打招呼，不摆王子公主的架子。这次运动会上，3个孩子和运动员聊天都特别自然，没有半点娇生惯养的样子，就是平时家庭教育的结果。在3个孩子的角色引导上，威廉·凯特也从来不会刻意强调乔治是未来国王，不会要求夏洛特和路易必须围着哥哥转，他们会给每个孩子足够的关注，尊重每个人的兴趣。乔治喜欢地理和历史，
就带他去看博物馆、仿古迹。夏洛特喜欢体操和芭蕾，就给他请最好的老师。路易活泼爱动，就带他接触各种户外运动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，不用被身份绑架，这也是他们兄妹感情好的核心原因。就像运动会上，乔治坦然承认自己柔韧性不好，半点不因凹全能人设。夏洛特大大方方展示体操功底，自信又亮眼。路易认认真真贴奖牌贴纸，调皮又可爱。三个孩子该拆台拆台，该认怂认怂，跟普通人家的兄妹没什么两样。可恰恰是这份真实，成了王室最吸粉的秘密武器。细节里还藏着温柔的小心思，比如夏洛特手上那条不起眼的手绳，是她自己做的友谊手链，不光她戴，爸妈、哥哥、弟弟，甚至祖父查尔斯都戴过。一个小小的手工饰品，既接地气，又悄悄致敬了戴安娜王妃。当年戴安娜就特别喜欢这种有寓意的小饰品，查尔斯也送过她定制手链。一个细节就拉满了年轻群体的好感，还卖了一波情怀，温柔又有巧思。反观哈里梅根一家，在孩子的头衔和身份上，始终处于一种拧巴的状态。刚退出王室的时候，他们对外说要让孩子过普通生活，远离媒体聚光灯，所以把孩子保护得特别严实，几乎不公开正面照。可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处处强调孩子的王子公主身份，连孩子的姓氏都用了蒙巴顿温莎。官宣孩子出生的时候，特意标注清楚王位继承顺位。按照1917年乔治五世定下的王室专利特许证，只有君主的子女、孙子女才能自动获得王子公主头衔。女王在世时，阿奇作为曾孙，本来没有自动获得头衔的资格，这是100年前就定好的规则，和其他任何因素都无关。查尔斯继位后，阿奇和莉莉贝特自动升级为国王的孙辈，具备了获得王子公主头衔的资格。哈里梅根那边第一时间就确认了孩子的殿下称谓，还更新了自己的官网，把孩子的头衔写得明明白白。可讽刺的是，孩子长这么大，只回过英国寥寥几次，连王室的传统活动都很少参加，和其他王室亲戚几乎没什么来往。梅根还曾在采访里暗示，孩子拿不到头衔是因为肤色问题，博了不少同情分，可也彻底消耗了王室对他的信任。现在王室那边对这2个孩子的态度也很微妙，血缘上承认是王室成员，可因为长期不在英国生活，不参与王室事务，也不会给他们安排任何公务角色。更现实的问题是，2个孩子从小在美国长大，接受的是美式教育，连英国的王室传统都了解甚少。就算以后想回王室履职，也很难适应规矩繁多的王室生活。哈里总说给孩子留选择的权利，可实际上从小远离王室环境，早就把回王室这条路走窄了。与其说留后路，不如说更像是借着头衔给孩子的商业价值加码。说白了，王室孩子的价值从来不是一个头衔就能撑起来的，是一次次公开露面攒下的眼熟，是一个个真实细节积累的好感，是民众看着你长大的情分。威廉·凯特让孩子大方走到台前，是在给他们攒一辈子的明星。哈里·梅根把孩子藏起来，既想要隐私的好处，又放不下头衔的流量，最后只能是两头不讨好。有意思的是，同样是王室里的非核心继承人，爱德华活成了王室的顶梁柱，哈里却始终困在备胎的执念里走不出来。哈里这辈子最大的心结，好像就是备胎这2个字，甚至直接把自传取名叫备胎，把自己半辈子的拧巴全写进了书里。在他的叙事里，他从小就是哥哥的陪衬，所有资源都向威廉倾斜，他永远是备选，是多余的那个。这份委屈和不甘，憋了几10年，最后变成了掀桌子的底气，退出王室，去美国追求自由。可讽刺的是，他喊了6年逃离王室，摆脱备胎身份，却比谁都攥着王室头衔和继承权不放。他自己的公爵头衔死死攥着，第5顺位继承权半步不让，连2个孩子的王子公主头衔都要争到极致。他总觉得是王室亏待了他，是备胎身份委屈了他，可他从来没看看身边的爱德华叔叔，人家也是次子，也是当年的备胎，可人家从来没抱怨过不公，没抢过哥哥的风头，就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，守好自己的小家庭，帮着王室分担公务。几10年下来，
赢得了全王室的信任，也赢得了民众的尊重。王室从来不是只有王位这一条路可走。安妮公主不是继承人，可她靠一辈子的勤恳，成了最受爱戴的王室成员。爱德华王子不是继承人，可他靠踏实做事，成了王室离不开的中坚力量。身份顺位是天生的，但活成什么样子是自己选的。威廉让孩子们多跟叔公叔祖母接触，也是想让他们从小就明白，王室成员的价值从来不是由继承顺位决定的，是由你的担当和品行决定的。不用眼红核心位置，把自己的路走稳，一样能活得体面又有分量。王室传承了上千年，从来不是靠一个个头衔撑着，是靠一代代人的担当和品行慢慢攒下的明星。长公主的荣耀再耀眼，也要靠一辈子的勤恳才能撑住。王子公主的称谓再响亮，没有民众的认可也只是空壳。夏洛特是幸运的，她生在核心家庭，有爸妈铺路，有叔公叔祖母做榜样，有哥哥弟弟并肩同行，未来的长公主之路走得稳又顺。她继承了女王的沉稳气场，也继承了戴安娜的灵动温柔，天生就带着民众的情感滤镜。只要踏踏实实走下去，注定会成为下一代王室的顶流。而哈利和他的孩子早就偏离了这条赛道。哈利总觉得是王室亏待了他，是备胎身份委屈了他，可他从来没明白，决定你价值的从来不是继承顺位，是你自己的选择和担当。现在回头看英联邦运动会看台上的内幕，哪里是一家人简简单单看比赛，那是王室核心力量的温暖同框，是下一代传承的温柔预言，是威廉·凯特交给全英国人的一份成长答卷。夏洛特的沉稳，乔治的实诚，路易的鲜活，还有爱德华一家的托底，凑在一起，就是英国王室最有温度的希望。至于哈里、梅根和他们的孩子，早就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，不同的选择，注定了不同的终点，各种得失，也只有自己清楚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